55岁的陈世平拥有多重身份。有可能我的这个航标的这个活动取消这名前警官，中元节庆典上是喊标人。88块给你赚钱比人快，100大元100大元给你回家赚大钱哦！感谢头家，谢谢老板。平日里，他也是歌唱老师。世平更为人称道的身份是醒世学院的总教练，热衷于传授舞狮舞龙的技艺。1、2、3、4、5跳。世平说，自己小时候个子瘦小，13岁那年，父亲把他和哥哥送到一家武馆学习武术，从此他接触到了舞狮这门体育活动。那个时候我老爸他需要去印尼，就是做生意。那他说我们还小那么要学点这个武术，强身壮体的是来防身。对舞狮、舞龙和武术的浓厚兴趣，使世平不断地在这个领域学习钻研。在累积了足够的经验之后，他在1990年创办了自己的醒狮学院。执教30多年来，世平教过不少的学生，有一批学员自少年念书时期就跟着他学习舞狮舞龙，成家立业之后，依然追随在老师身边。33岁的邬智任便是其中一位。智任说，中学时期误打误撞下选择了舞狮作为课外活动。当时的我是跟现在的团员我们在同一个班，然后就要选那种课外活动，所以我们就去面试，比如篮球足球这些，然后我们就一般可能说7、8个一起去。如果说有2个没有被录取，我们就整班就不要参加，我们就那种团结力、那种凝聚力，然后我们就看到舞狮有这个课外活动，那时候是不用面试的，所以我们一去的话，全部就被录取了。智任说，同学们毕业多年以后，仍然参与舞狮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陈世平教练的缘故。那时候很多人对舞狮的看法不是很好，因为可能他们觉得都是流氓黑社会可是我们去学的时候，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中国文化比如说舞狮、武术、舞龙，都有自己背后的那些故事。它跟其他的老师不一样，比如说那些外面的教练他们可能只是教完我们那1、2个钟，可是他过了这些时间，他会坐下来了解我们的家庭背景，有什么困难可以跟他说，他会给我们一些建议，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去找他。智任他是比较矮小的一个学生，他非常非常有礼貌。慢慢的接触他们以后，我就发觉原来他是来自单亲家庭。单亲家庭，那么我就觉得说单亲家庭我们更要照顾这个小孩子，精神上也好，金钱上也好，能帮忙我们就帮忙。他的人生的道路会比同一样年龄的这个学生比较坎坷。另一位学员吴思颖是当年学校龙狮团里万绿丛中的一点红。除了帮忙打波，思颖更重要的任务是耍龙珠。龙珠跟那整条龙是分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只是跟着龙头在走，但是龙头就要跟着我的指挥去进行整场的表演。尽量的让他们看着你，暗示说好像旁边有人，不会撞到别人，还是弄坏人家什么东西这样子。我从小就比较好动型，就看到有舞狮武术这样子，就觉得好像挺好玩的，蹦蹦跳跳，可以翻翻滚滚。起初的时候，家里的人就会觉得说，都是不爱读书的小朋友才参加的，然后妈妈更是极力的反对。因为他就觉得说女生应该文静一点，参加比如说图书馆管理员之类的。她根本不像一个女学生嘛，我们所说的话她跟我们一起讲，我们所做的东西她跟我们一起做，就是这样青葱岁月，在街头后巷舞龙舞狮的欢乐声中流逝。
思颖回想起他跟母亲原本闹得很僵的关系，也因为视频的居中调解化解了矛盾。青少年叛逆期的时候，妈跟我就很像石头碰石头啦，就两个其实关系真的很差的，到家就也不多说话的这样子，所以他就反而会一直劝导说，父母是这样子的，当你成为人家父母，你就会了解，他们的苦心这样子，所以慢慢的才来尝试去站在母亲的角度，但是在那个年龄当然是有点难啦。做爸爸妈妈应该是考虑到说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业，那么也就告诉他们说，你的女儿在我们这边，我们绝对没有可能会教坏他的女儿。视频的母亲偶尔也会到学院来和儿子聊天，母子间的互动，孩子们也看在眼里。中学过后，每年我们还有去他的父母家拜年吃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怎样对待他的父母。我们也希望，当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孩子也能这样子对待我们。我也是告诉他说，你要尊敬你的妈妈，无论怎么样，那是你的妈妈。爸爸妈妈只有一个而已，一定要孝顺他们。五花八门的兵器，大大小小的狮头，都珍藏在牙龙这个小小醒狮馆。如果我们讲联络所还有学校有舞狮和舞龙活动的这些武馆，有200-300间吧。我们新加坡90多%的武馆都是舞男狮，这是我们的男狮。男狮有人把它叫为醒狮，就是他们去采青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生意越舞越旺这样的意思。醒来的狮子叫醒狮。那就是北狮，北狮会比较像一头真正的狮子。他们是翻滚啊、跳跃啊，好像一头惟肖惟妙的狮子。采青就是说有不一样的青。那么前辈所说的就是有36种青，还有72种阵法。五福临门的青有5种福啦，长寿啦，就说富贵啦，这个善德啦等等。多数那些商家，他们好像说开幕的时候，他们邀请我们的狮子去助兴，我们会舞这个五福临门。视频舞狮采青的经验丰富，也乐于和学员分享自己了解的知识。比如说螃蟹青，就是给那种可能做偏门生意的，就是因为横行霸道嘛。鱼的话就是年年有余，他会教我们那些青背后的来源故事，所以我们被这个吸引到。稚润的舞狮技艺师承自陈世平，而将世平带入门的启蒙师傅，则是本地武术界的一位老前辈。我的恩师陈连和师傅，他是一个很低调的师傅。世平口中的恩师陈连和，是连海醒狮训练中心的创办人。牙龙这间旧店屋，是72岁的陈连和师傅制作节庆彩旗的工作坊，也是他醒狮训练中心的办事处。这个彩旗是用到神庙，然后武馆，他们时常有用到的啦。近年来，受到冠病疫情冲击，私印彩旗生意大幅减少，舞狮表演邀约也几乎归零。但陈连和还是每天习惯性的来工作坊。看似杂乱的工作坊，却是收录了许多本地武馆和醒狮团珍贵文物的小宝山。这里有陈连和多年来向关闭的武馆收购来的各类兵器，也收藏了超过50个各式各样的狮头。陈连和珍惜每件藏品和背后的故事。现在的狮头全部中国进口了，越南进口了哦。这个狮是以前古董狮，是一个老朋友送的，因为现在师傅已经不在，所以很少有这种狮头出现了。我们起初就是用这个藤先做一个底宽。陈连和年轻时曾自学如何制作狮头，至今仍记得相关步骤。我大概应该7、8岁了，时常有舞狮在刚工舞狮然后看了就觉得很好玩小孩子，然后就拿那个背椅子绑然后就是乱跳乱舞了。后来觉得要找一个会舞狮的师傅，然后真正跟他学这样，
然后学了1、2年了，我就出来教武师了。因为对舞狮和武术的热忱，年轻时的陈连和白天当电工，晚上则到好几家会馆和武馆教导舞狮和武术。学武师最重要的我们要记住有5个方法，就是身手眼步法。身就是身体，手步我们的眼睛。武师的方法，逢轻必踩呀。以前的人放的轻就是很多传统的做法，好像那个蛇毒蛇拦路，蛇轻。陈世平和师弟陈志成自80年代起就跟着陈连和师傅学艺，2个徒弟都说陈连和是他们的严师，也是益友。私底下他可以跟我们做好像很好的朋友一样，那么可是在教学的时候他非常的严格，他会跟你讲说，我要你学到这样的东西，你就一定要跟我学到会。1984年的时候参加少年组长兵器比赛，每天晚上都要下来学习然后就是觉得哇，每个晚上下来学习还是蛮辛苦那个时候住的地方又远，偶尔偷懒一下2晚不要下来，就待在家里。到了第3天上去的时候，就给师傅臭骂了一顿。反正你对这个比赛不专注你干脆不要来，干脆你放弃，不要去参加，有一点心寒到底是正式的把我赶出去，还是说笑而已？但是从他的口气是蛮严重一下每个师兄弟看他在骂我，每个人都不敢出声然后自己心想，师傅讲的也是蛮有道理他也是每天晚上在那边等着我们来练习嘛。还是蛮幸运的，就是那个时候比赛过后我也拿到一个所谓的甲等奖跟随陈连和学艺多年后，世平和志成在21岁那年正式向陈连和拜师，成为他的入室弟子。有些师生关系就是一个时期，等于说 OK 你毕业了，你就可以走了。但是拜了这个师傅，我们就是一生的跟着他了。那个时候我的师公还在嘛，然后这个拜师仪式就是由我师公来见证。是1987年，就是正式的拜他为师傅了。这个拜师仪式就是要敬茶给师傅那个师傅也有准备拜师帖拜完了我们就必须跟那些师伯师叔自我介绍一下，连希望同门的都认识彼此，都认识了嘛。在社团里面，我们这个舞狮有10条规律。我有问他们说，我收你们为徒了不是开玩笑的有很多章程有很多宣誓，宣誓都很重的。如果要你才讲，所以他们说要我才收他们咯。从昔日的懵懂少年到今日的星星白发中年，世平和志成从陈连和的言教身教中学到了武术舞龙舞狮技艺中蕴藏的人生哲理。尊师尊道尊教训，学人学艺学功夫。第一条就是尊师尊道尊教训，学人学艺学功夫，这是我教我的学生的。要尊敬长辈，尊敬师长，尊重我们的道德，尊重我们的教训。教训好的教训也好，不好的教训也好，要接受。那么学人怎么样做一个好人？学人学艺学功夫，我就以这对对联来教导我的下一代。我师公还没去世的时候，我们就从他身上看到，他也蛮照顾我师公的。然后呢，他自己的父母亲，他也是蛮照顾的。偶尔还会带他老人家去吃去旅行然后我们从他身上就是说，要对家里的长辈也是要走一样的教导。
陈连和说，世平和志成对他十分孝敬，他感到很安慰。有大日子啊、大礼节，他们都有送东西给我们。好像我们以前就是我送我的师傅，一年有3节了。5月初5就是你要拿几个粽子，8月15中秋也要送1盒那个月饼。过年随你送了，几十年来他们都有做到。这个一个仪式啦，到这个年龄哪里我们去贪吃这个粽子没是吧？没有了，就是他一个仪式上，我来孝顺你啊，他们都有尊师重道。看到世平和其他几位师兄弟在学有所成之后自立门户，陈连和也为他们感到骄傲。如果我教一个学生不能开馆，等于我没有用。你的师傅老牙的啊，叫着人出来开馆就是我们的事业兵将，是吗？所以啊，我们一定鼓励他们去开馆。发扬下去就是给他们去收徒弟，由他们有时间去教。高龄72岁，陈连和师傅舞起棍法，依然虎虎生风，宝刀未老。在世平和志成的心目中，陈连和师傅是他们的至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也是世平和徒弟智润之间的关系写照。几年前，智润因为涉及非法赌球而坐牢，世平陪他走过那段人生中黑暗艰难的时期。当然是，身为一位老师，我那是很伤心，很伤心，就是说我们这样疼的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从中我也是帮他尽量的找一个比较好的律师，尽量的跟他就是说求情，因为毕竟错就是错嘛。我就跟他讲说，以后别做这样的，不要走这个错误的路。钱要赚，我们君子赚钱取之有道，不要走那些歪斜斜的路去赚钱。那也是因为家庭困难的这个问题，会导致他所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从中，他也是被判做监牢。我进去的时候都还没有还律师费，是他在外面帮我还清的。可是我出来后要还他钱，还是不肯拿。18个月的行李，他都很照顾我家人，然后他每个月都会写信给我，那些鼓励的信啊，叫我在里面不要想太多啊，外面的事情他都帮我安排好，照顾我的妈妈这些。到现在，他每个月都会买食物上来我家这样子，不是那种金钱上的那种支持，可是那种买一些东西啊，所以我很崇拜他，就很感动啊。就算我的亲生爸爸他知道我坐牢，都没有来看我，对，来的就是我妈妈跟他这样子。世平对学生重情重义，学生对他也情义相挺。农历新年期间，醒狮团表演活动需要帮忙，智任、思颖即使牺牲和家人吃团圆饭的时间，也在所不辞。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我的姨父，就是我的干爹，对，他就是我另外一个爸爸，比我跟我亲爸爸还亲。有什么事我都是第一个找他的。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对，他就是这样的榜样，对，在我心目中的定位。他就是除了我自己的父母啊，我的家公家婆以外，另外一个我最尊敬的一个人物这样子。在人生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可能从学业开始，然后到感情，到家庭，什么事情，就凡是他可以帮忙的，都会帮忙我。公共走廊和草场空地都有他们留下的身影。面对缺乏练习场地、会所租金高昂和难以吸引新人等挑战，不少龙狮团体还是努力不懈来传承这门技艺。下一代已经逐渐的跟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是很少接触了。如果说没有人再这样子继续学习、继续传承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很多学校都没有舞狮、武术、舞龙这些课外活动，所以我们想就是right in，就是去
跟他们讲说，我们可以进来教吗？让多一点年轻人学习。我们也是有打算继承他这个士馆，到时候我们就会传代给我们的下一代。这是我们心目中呢不能代替的价值，就是55龙。对多年来追随他的学生，世平期许他们除了能延续舞龙师的技术，也能保留前人教导的习武精神。希望他们也是一样，以德服人，以武服身，一样的一句话：尊师、尊道、尊教训，学人、学艺、学功夫。陈连和心目中也有接班人，他准备逐步把醒狮训练中心交托给志成负责。新加坡起狮船很多，起容易啊，守很难。我本身知道，我这里已经守了40年了，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因为我现在72、3岁了啊，也没有可能再教舞狮了。他们不会可以来问我，就是过年就是由他带路领导，而我在后面推动。志成目前是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工作家庭两头忙，可他还是愿意接受师傅的委托。一旦你这个狮头你扛下来，你就是要有这个责任嘛。好像说师傅这边忽然间没有人舞狮头，剩下我，你也要扛下去啊。虽然年龄是大了，我们还是要自己扛下去啊，去舞啊。扛起这个狮头的责任在我身上了嘛，要继续舞下去，直到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了。精彩的舞狮表演背后，有汗水，有笑声，有坚持传统的决心，也有彼此守候、真挚温暖的师生情。